在户外游玩、干农活或者爬山的时候，咱们最怕的是两件事：一，成群结队的毒蚊子或者野虫子；二是那些碰一下就让人浑身起风疹、奇痒无比的毒草。这时候越抓越红肿，甚至抓破还会引发感染。其实大自然相生相克，在这些让你发痒的植物周围，往往就长着天然的止痒解毒药。今天我们就来盘点身边最常见的10种止痒植物。长辈们口中那些口水一嚼，往身上一抹就能止痒的草药，到底哪些真的管用？赶紧点赞收藏，关键时候能够救急。第一，马齿苋，皮肤的灭火器。在南方的田间地头、菜园路边，到处都是它。它长着红色的茎，叶子肉乎乎，有点像马类的牙齿。那它怎么用呢？如果不小心皮肤过敏，长了痱子，或者被蚊虫叮咬得又红又肿，你可以直接掐一捆新鲜的马齿苋，洗干净泥沙，直接捣烂成泥，或用嘴嚼烂，把汁水和药渣敷在红肿发痒的地方。为什么马齿苋可以止痒呢？这里面蕴含着科学的道理。在中医里面，马齿苋是天然的抗生素，现代研究也表明，它里面含丰富的苹果酸、柠檬酸和黄酮类物质，这些不光能收敛皮肤，还能起到极强的消炎、清热、止痒作用，相当于给皮肤装了一个灭火器。第二，薄荷，天然的清凉油，它的叶子很有特点，边缘有锯齿，我们揉碎闻一下，整个人一下就清醒了。它是一种辛凉的清香味道。那具体怎么用呢？如果被山里的毒蚊子小咬叮了，皮肤立马起大包，痒得钻心，我们就直接摘几片薄荷叶子，用我们的手指肚用力揉搓，出了汁水，把这个汁水涂在起的这个包上面。薄荷止痒的科学原理，因为薄荷里面富含薄荷醇，这种成分能激活我们皮肤上的冷觉感受器，产生强烈的清凉感。这种冷感会迅速的麻痹神经，瞬间压制住我们大脑的痒感，是真正的纯天然清凉油。第三，艾草，驱蚊止痒的双面手。这个艾草家家户户几乎都认识。每到端午时候啊，长辈们往往会在门口挂艾草驱邪，但是它更强大的功能其实是我们皮肤的护卫。如果身上大面积的湿疹或者热痱，或者不知道原因的一些皮肤起痒啊，最有效的办法不是深敷，而是煮水。抓一把干艾草或鲜艾草，加水煮开15分钟，把这锅浓浓的艾草水倒进洗澡水里面，泡过澡，或者用毛巾沾这个艾草水擦这个发痒的部位。它的科学原理是怎样的呢？艾草含有丰富的挥发油、艾酮和黄酮类成分，具有非常强大的抑菌、抗过敏和止痒效果。老一辈的说，用艾草煮水泡澡不易生疮，这是有科学道理的。第四，蒲公英，红肿热痛的特效药。大家都知道，蒲公英晒干了泡茶能清热解毒，但是它外用止痒同样是一个高手。具体怎么用呢？如果我们在野外不小心碰了毛毛虫，或者惹了什么脏东西，皮肤突然大面积发红、发热、刺痒，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挖一颗新鲜的蒲公英，洗净后捣烂敷在患处。这其中有什么科学原理呢？蒲公英里面含丰富的蒲公英醇，对皮肤有很强的镇静作用。它特别适用于那种既痒又烫还带着刺痛的
皮肤突发状况。第五，飞扬草，专治湿疹的民间奇草，名字可能很多人不熟悉，但是在乡下抬脚就能踩到，它叫飞扬草，长辈们叫它大飞扬或乳汁草。它喜欢长在路边和荒地，茎是红褐色的，上面长满了毛。最神奇的是，如果你把它掐断，它会流像牛奶一样的汁液。具体怎么用呢？在民间，如果家里人或小孩浑身长了湿疹，或者脚趾丫缝里面脚气奇痒难耐，长辈们会采一些这个飞扬草回来煮水给它擦洗。具体是什么科学原理呢？飞扬草虽然留白汁，很多留白汁的植物啊，大家要特别留意，但是飞扬草外用是安全的，它含有极强的抑菌和抗过敏成分，对于真菌引起的皮肤瘙痒、湿疹能够起到很好的收敛止痒作用。第六，车前草，蚊虫叮咬的急救包，它的生命力极其顽强，因为它总长在路边，总被车轮子压，被人脚踩，所以叫车前草。具体怎么用呢？如果我们在野外被黑蚊子叮了一个大包，浑身痒得难耐，我们就地取材，采这个新鲜的车前草，再用石头把它锤烂把这个汁液投在这个包上，就能够瞬间止痒了。科学原理，车前草叶片里含有车前苷和熊果酸，具有消肿、止痛和抗炎的作用。虽然它的清凉感不如薄荷，但是它消肿的效果比薄荷要好，能快速消肿，从根本上缓解因为红肿引起的瘙痒。第七，金银花藤或叫忍冬藤，是止痒退疹的温和派。大家都知道金银花能清热，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，其实金银花的茎和藤外用止痒的功效甚至比花还要好。具体怎么用呢？如果小孩子或者皮肤娇嫩的人身上长了热疹、风疹，痒得小手不停地抓挠，可以用干的或者鲜的忍冬藤煮水，放温了以后用来洗澡或者湿敷。科学原理，忍冬藤含有绿原酸和木犀草素，性质非常温和，所以它特别适合皮肤容易敏感的人群，能够快速缓解皮肤过敏引起的刺痒，而且不容易刺伤皮肤。第八，三叉苦，岭南人止痒的传统良药，它的叶子三片长在一起，有的叫三鸭苦。我们如果尝一下它的味道，那是极苦的。它也是中成药39味肽的主要成分之一。怎么用呢？在岭南民间，它被誉为洗皮肤的圣药。如果身上长了顽固的癣、湿疹，或者皮肤抓破了流黄水发痒，村民会采它的叶子煮大锅水，用来泡澡熏洗。具体科学原理，三叉苦传出含有大量的生物碱和挥发油，具有极强的杀菌、消炎、收敛伤口的作用。对于那些因皮炎或真菌感染导致的抓挠性瘙痒，效果立竿见影。第九，杠板龟，皮肤的天然创可贴。它的叶子是完美的三角形，茎上长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倒刺。民间传说有人被毒蛇咬了，大伙抬着木板送他回家准备后事。路上遇到这种草，采来敷上，蛇毒解了，居然自己扛着木板回家了，所以叫杠板龟。怎么用？抛开传说咱们不谈，杠板龟对于带状疱疹或水痘引起的奇痒以及无名肿毒都非常有效。摘取没有刺的嫩叶捣烂，
敷在长疱疹、发痒的皮肤上。科学原理：杠板硅含有丰富的鞣质和有机酸，具有极强的抗病毒和收敛作用，对带状疱疹引起的灼痒、刺痒有很好的镇静和缓解作用。第10，紫苏，海鲜过敏的解毒草。很多人只把它当调味料或者当蔬菜，其实它在止痒上面是一个隐藏的王者。怎么用呢？如果因为吃海鲜、吃鱼虾不小心导致全身过敏、起风团，痒得晚上睡不着，可以一边用紫苏叶子煮水喝，一边用浓紫苏水擦洗。具体什么科学原理呢？紫苏里面含有紫苏醛和迷迭香酸，它不仅能从内调节免疫机制，外用时还能抑制肥大细胞释放组胺。组胺这个东西啊，就是让我们皮肤产生痒感的罪魁祸首。紫苏正好能从源头掐断它。今天分享的10种止痒植物，可能都比较常见，大家在身边就地取材，容易找到。但是我分享的使用方法，可能只适用于应急和缓解。大家真正遇到难处理的皮肤问题啊，还是要去医院看皮肤科，找专业的医生帮您调理。如果您觉得这期内容有用，可以点赞、收藏、分享给您身边喜欢捣鼓草药的朋友。我是李文革，在广东岭南的山里面，给大家分享一点硬核的实用的山野知识。喜欢听的可以关注我。我个人除了爱好中草药，平时也喜欢写一写书法。下面我就显摆一下我的书法作品，大家看一看啊，这个博主字写的怎么样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打个分。好了，咱们下一期见。